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，是关于一个安徽女孩的人生起伏。说实话，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情感纠葛，但像今天这个案例这么戏剧性的还真是少见。我要讲的这个女孩叫小雨，安徽农村出身，家境贫寒。她初中毕业后就到合肥打工，本来想着能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，谁知道命运跟她开了个大玩笑。小雨长得很漂亮，皮肤白皙，眼睛大大的，身材也很好。18岁那年，她在餐厅当服务员时，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模特公司星探的女人。那女人说小雨条件不错，可以介绍她去做模特，月入上万不是问题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小雨当时就心动了，毕竟餐厅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一个月到手才2000多块钱，谁不想赚大钱呢？结果这所谓的模特公司其实就是夜场。小雨被带到了合肥一家高档夜总会，开始了陪酒公主的生活。刚开始她很不适应，但看到每晚轻轻松松就能赚几百上千的小费，渐渐的也就习惯了。这年头农村姑娘进城太难了，不拼一把哪有出路啊？小雨常这样安慰自己。在夜场工作的第2年，小雨认识了一个叫徐总的商人。这个徐总40多岁，是做房地产的，在合肥有几个楼盘，身家上亿。他一来夜场就点小雨陪酒，给的小费特别大方。徐总对小雨说：“小姑娘，你这么漂亮，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工作，跟我吧，我养你。”小雨犹豫了好久，虽然夜场钱好赚，但谁不想找个靠山呢？最后，小雨答应了，成了徐总的情人。徐总给她买了一套市中心的房子，每月还有2万的生活费，还给她买了辆小车。这样的生活，对于从农村出来的小雨来说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我终于翻身了。小雨心想，可惜好景不长，徐总有老婆有孩子，而且生意上的应酬很多，能陪小雨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小雨整天一个人在家，感到很孤独。他开始出入各种高档场所，认识了不少朋友，其中就有来自台湾的李大哥。李大哥比小雨大15岁，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经常来大陆出差。他家里有钱，在台北信义区有房产，还有一辆保时捷。最重要的是，李大哥是单身，没有婚史。小雨和李大哥相处了几个月后，李大哥向他求婚了。他说要带小雨去台湾生活，给他一个名分。天啊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去台湾当少奶奶了。小雨激动的不行。在小雨的印象里，台湾是个很发达的地方，生活水平比大陆还要高，特别是台北，繁华时尚，消费水准高，各种高级品牌随处可见。嫁给李大哥，不仅能摆脱情人的尴尬身份，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这时候，徐总的生意出了问题，他的楼盘资金链断裂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小雨知道后，更坚定了跟李大哥去台湾的决心。他没有告诉徐总，私下整理好东西，带着这些年积攒的首饰和现金，跟李大哥一起飞往了台湾。来到台湾后，小雨发现这里和他想象中的有些不同。哎呀妈呀，台北真的好美！101大楼、西门町、士林夜市，比电视上看到的还要繁华呢。小雨每天都像个好奇宝宝，到处拍照发朋友圈，让大陆的姐妹们羡慕不已。但是李大哥的家却不如他想象中的豪华。虽然在台北信义区，但房子只有70多平米，装修也很简单。李大哥解释说，台湾的房价很高，这已经是中产家庭的标准了。台湾不像大陆那样大搞房地产，我们这里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地段好，升值空间大，而且生活便利。李大哥说，小雨渐渐发现，台湾和大陆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。大陆现在经济发展迅速，到处是高楼大厦，购物中心林立，显得很繁华。而台湾虽然整体发展成熟，但感觉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街道干净整洁，人们生活节奏慢一些，更重视环保和文化保护。在台湾，真正的有钱人不一定住豪宅、开豪车，他们更在意生活品质和内涵。李大哥告诉小雨，
刚开始，小雨不太适应台湾的生活，他习惯了在大陆花钱大手大脚，但在台湾，李大哥对金钱的态度很谨慎，每个月都有严格的预算。而且，小雨发现李大哥的工资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高。台湾人工资确实比大陆高，但我们的生活成本也高啊，房价、物价都不低，所以要精打细算。李大哥说，小雨慢慢明白，台湾的富有不是表现在奢侈品和豪车上，而是体现在生活的各个细节中，比如干净的街道、优质的医疗服务、完善的社会保障、丰富的文化活动等等。李大哥的父母对小雨也很友善，但总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。婆婆会教小雨做台湾菜，但在谈话中会不经意地提到，大陆媳妇要好好适应台湾的生活习惯哦。小雨感觉有压力，她想融入李家，却总觉得有道无形的墙。特别是在家庭聚会上，亲戚们讨论政治话题时，小雨完全插不上嘴，只能尴尬地笑笑。台湾人和大陆人虽然说同样的语言，但思维和价值观确实有差异。小雨开始反思，台湾人更注重个人隐私和生活空间，而大陆人则更习惯热闹的集体生活。台湾人办事喜欢按部就班，凡事有规矩，而大陆人则更灵活变通，讲究实用。这些差异让小雨时常感到困惑。比如，他习惯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但发现台湾人更含蓄，有时候不直接说不，而是用委婉的方式拒绝。李大哥的朋友们对小雨也很好奇，他们问他关于大陆的情况，但小雨发现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10几年前，不了解大陆近年来的快速发展。大陆现在到处都是高铁和地铁，支付宝、微信支付超方便，比台湾还要方便呢。小雨骄傲地说，但他也承认，台湾在环保意识、公民素质、社会秩序等方面确实值得大陆学习，两地各有优势，互补发展才是最好的。婚后半年，小雨和李大哥的感情渐渐出现了问题。小雨觉得李大哥太过理性，缺乏浪漫；李大哥则认为小雨太过情绪化，花钱无度。两人的价值观差异越来越明显。你们台湾男人就是这么冷漠的吗？结婚纪念日都不记得。小雨抱怨道，你怎么又买新包包了？我们不是说好要攒钱买房子吗？李大哥无奈地说。小雨开始怀念在大陆的日子，那时候徐总对他百依百顺，要什么给什么。而李大哥虽然人不错，但总是讲究计划和预算，让小雨感到压抑。李大哥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草率了。他原以为小雨单纯可爱，会是个贤妻良母，但现在发现他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与自己格格不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小雨的生活。一天晚上，李大哥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里面有小雨在夜场工作的照片，还有他和徐总的亲密照。原来，徐总发现小雨偷偷离开后，非常愤怒，雇人调查了他的去向，然后把这些照片发给了李大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大哥拿着手机，脸色铁青。小雨慌了。他之前告诉李大哥自己是在普通公司上班，从没提过夜场的经历。现在真相大白，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我可以解释，小雨结结巴巴地说。不用解释了，你欺骗了我，我们完了。李大哥愤怒地摔门而去。小雨的梦想在一夜间崩塌了。李大哥的家人知道真相后，坚决要求他和小雨离婚。在台湾，虽然人们思想开放，但传统家庭对于媳妇儿的过去还是很看重的。你怎么能骗我们？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婆婆歇斯底里地喊道。小雨陷入了绝望。她在台湾没有朋友，没有工作，完全依赖李大哥。如果离婚，她将一无所有。小雨坐在台北公寓的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101大楼发呆。短短几天内，她的生活彻底翻天覆地。李大哥搬去了朋友家住，只通过短信冷冷地通知他，已经联系律师准备离婚事宜。小雨尝试过挽回，但电话从不接听，信息也鲜有回复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小雨抱着膝盖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他想起自己从安徽农村出来时的情景，想起在夜场工作时的辛酸，想起被徐总包养时的虚荣，又想起嫁到台湾时的喜悦。
这些场景如跑马灯般在脑海中闪过，讽刺又苦涩。此时婆婆打来了电话，小雨以为是来道歉的，毕竟前几天婆婆的态度实在太过分了。然而电话那头的声音冰冷无情，小雨，我们全家都商量好了，给你1周时间搬出去，护照和机票我们会安排，你回大陆去吧，这里不适合你。阿姨，我真的很爱大哥，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小雨哭着求情。不要叫我阿姨。婆婆厉声打断，你欺骗了我们全家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。我们李家在台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被你这么一搞，颜面何存？你知不知道大哥的同事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？小雨无力反驳。在台湾这半年多，她确实感受到了台湾社会对面子的看重程度不亚于大陆。尤其是在传统家庭中，门当户对、清白家世仍然是择偶的重要标准。挂了电话，小雨绝望地环顾这个她曾以为会是家的地方，虽然不如她想象中豪华，但温馨舒适。这些她都将失去。更让她崩溃的是，她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。我该怎么办？我的孩子该怎么办？小雨抚摸着尚未显怀的肚子，泪如雨下。就在小雨最绝望的时候，她想起了在台北认识的一个大陆来的姐妹小芳。小芳也是嫁到台湾的，比小雨早几年，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而且生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。小雨决定去找小芳求助。小芳听完小雨的遭遇后，叹了口气：小雨，姐姐，我也是过来人啊。当初嫁来台湾，虽然没你这么戏剧性，但也遇到了不少文化冲突和适应问题。小芳给小雨泡了杯热茶，继续说道：你知道吗？很多台湾人对大陆配偶有刻板印象，认为我们都是冲着钱和户口来的。这种偏见不是1天2天能改变的。但我告诉你，与其抱怨这些，不如自强自立。小雨哭诉道：可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护照被老公家里扣着，也没有工作，还怀孕了。小芳惊讶地问：李大哥知道吗？小雨摇摇头，我还没告诉他。现在他连见我都不愿意。小芳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：这事儿确实棘手。按台湾法律，如果孩子在台湾出生，是有台湾户籍的，但现在你们要离婚，情况就复杂了。小芳帮小雨分析了几种可能的选择。第一，争取和李大哥和解，坦白怀孕的事实，希望他念在孩子的份上重新考虑。第二，如果实在无法和解，就按法律程序离婚，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和合理的抚养费。第三，如果台湾待不下去，就回大陆重新开始。不管怎样，你都要坚强起来，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小芳握着小雨的手说。小雨住在了小芳家，在小芳和她老公的帮助下，小雨联系上了一位专门处理婚姻问题的律师陈律师。陈律师是台湾本地人，但对两岸婚姻问题很有经验。陈律师告诉小雨，根据台湾法律，即使你们离婚，作为孩子的生母，你有权争取抚养权，而且李家必须支付抚养费，但前提是要证明这个孩子确实是李大哥的。在陈律师的建议下，小雨尝试通过短信告诉了李大哥她怀孕的事实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大哥回复得很快，我需要亲子鉴定。这冷漠的回复让小雨心如刀割，曾经的甜言蜜语，曾经的海誓山盟，如今全变成了怀疑和防备。我没想到会这样。小雨握着手机，泪流满面。小芳安慰她，别难过，至少他回复了你，这是沟通的开始。只要为了孩子，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。小雨决定勇敢面对。她通过陈律师约李大哥见面，谈论孩子的事情。见面那天，李大哥带着他的律师来了，脸色凝重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听着，小雨，李大哥开门见山，我可以做亲子鉴定，如果孩子是我的，我会负责，但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，这点没有商量余地。小雨泪眼婆娑，大哥，我知道我骗了你，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够了。李大哥打断他，感情建立在谎言之上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不可能再信任你了。最终，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，做亲子鉴定。如果孩子是李大哥的，他会负责孩子的抚养费用，但坚持离婚。如果小雨想留在台湾，他不阻拦，但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支持。回到小芳家，小雨仍然很迷茫。
如果离婚了，我一个人在台湾怎么生活？回大陆又怕被人笑话。小芳语重心长地说：小雨，你要想清楚，留在台湾不容易，尤其是对我们大陆来的女孩，没有工作经验，又带着孩子，会很艰难。但回大陆也许也不是坏事，至少语言文化没障碍，亲友也能帮衬。可我在大陆的名声已经毁了。小雨想起徐总报，复兴地散布他的照片，那些照片很可能已经传回了老家。名声重要还是活下去重要？小芳问道。再说了，大陆那么大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新的城市重新开始。重要的是，你要真正改变自己，不要再幻想依靠男人过上好日子。小雨沉默了，他从没想过要靠自己的力量打拼，一直以来都是想找个有钱人依靠。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现实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孩子确实是李大哥的。李家人得知后，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在台湾传统观念中，血脉传承非常重要。尽管他们无法接受小雨这个媳妇，但对未出生的孙子孙女却有了期待。李大哥的母亲私下找到小雨，孩子的事我有个提议，如果你愿意生下来，交给我们抚养，我们会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在大陆重新开始。听到这个交易，小雨既震惊又心痛。您是要我放弃自己的孩子？这对孩子是最好的选择。婆婆语气坚定，在台湾她能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，你自己想想，你能给她什么？小雨无言以对，她确实没有能力独自抚养孩子，尤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湾，但让她放弃自己的孩子，她做不到。这时，一个意外的转机出现了。小芳的丈夫王先生是做贸易生意的，他最近打算在大陆开展业务，需要有熟悉大陆情况的人协助。他提议小雨可以去他的公司工作，虽然刚开始薪水不会太高，但至少能养活自己和孩子。王先生说，而且这份工作可以在台湾做，也可以回大陆做，你有选择的余地。小雨感激不已，王大哥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有了工作的希望，小雨向李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他不会放弃孩子，但愿意让李家参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大哥这次站在了小雨这边，孩子需要母亲，我同意由小雨抚养，但我有探视权，并且会承担抚养费。李家人虽然不满，但也只能接受。就这样，离婚协议达成了，小雨获得孩子的抚养权，李大哥支付抚养费和探视权，双方和平分手。几个月后，小雨在台北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为小树，象征着新生与希望。小雨在王先生的公司工作，负责联络大陆客户，表现出色。李大哥定期来看望小树，关系逐渐缓和。3年过去了，小雨已经成为公司的骨干员工，独自抚养着活泼可爱的小树。她不再是那个幻想靠男人改变命运的女孩，而是一个独立自信的职业女性。小雨时常回想自己的经历，从夜场公主到富商情人，再到台湾媳妇儿，最后成为单亲妈妈。这条路走得曲折坎坷，却让她成长了许多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小雨常这样对自己说。有一天，李大哥来接小树去动物园玩，临走前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对小雨说：“你变了很多，比以前更坚强，更独立了。”小雨微笑着回答：“谢谢，我想这是成长吧。”李大哥点点头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小树很幸运，有你这样的妈妈。”看着李大哥牵着小树离去的背影，小雨心中五味杂陈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他和李大哥是否有可能重修旧好，但他知道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有能力面对了。小雨的故事在海峡两岸的姐妹圈里流传开来，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有人评价说她太功利，有人说她很可怜，还有人说她很勇敢。但小雨不在乎这些了，她只关心自己和孩子的未来。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悟，希望能帮助到那些和她有类似经历的女孩。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这是小雨最常说的一句话。小雨和小芳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小芳告诉她：“你知道吗？
很多台湾男人娶大陆女孩，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有的是真心喜欢，有的是觉得大陆女孩温柔贤惠，好控制，还有的纯粹是为了满足虚荣心。而我们大陆女孩嫁来台湾，不也是各有目的吗？有的是为了爱情，有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还有的是为了逃避大陆的某些问题。是啊，小雨感慨道，两岸婚姻看似简单，其实复杂得很，不仅要面对个人差异，还要面对文化差异、价值观差异，能走到最后的真的不容易。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，像小雨这样的跨海婚姻越来越多，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，但每一段经历，无论成败，都是人生中宝贵的一课。小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没有捷径可走，想要过上好日子，靠自己的努力才是王道。同时，在选择伴侣时，不要只看表面的条件，更要看三观是否一致，能否真正理解和包容彼此的差异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保持自尊和独立，不依附于他人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听完小雨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